大家好，我是刘谦，又到了魔术课时间了。那么今天呢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来上魔术。好的，这个时候呢，在你面前呢，你会看到很多图形在面前，对吧？有方块，有圈圈，然后呢有各式各样的颜色。首先，这个时候呢，我要你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视线放在其中一个圈圈上面，记得圈圈，好，任何一个圈圈都可以。好，当你决定好之后呢，你的眼睛就盯着它看，不要离开，好了吗？你确定要选这一个？好，那就这一个。好，接下来第二步，把你的视线左右移动，移动到离你这个圈圈最近的方块上面。好，接下来把你的视线上下移动，移动到离你最近的圈圈上面。好的，接下来准备咯，我们要斜着移动，移动到你最近的方块上面。接下来再横着左右移动，移动到最近的圈圈上面。好了吗？好，接下来伸出你一根手指，按在这个时候你盯着这一个圈圈上面，按好了。好的，这个时候呢，我想你应该会同意，我在这里，你在那里，我应该不会知道这个时候你手按在哪一个图形上面。你确定吗？这个。好的，刚才各位看到了这个呢，叫做电视互动魔术 （Interactive Magic）。好，当然在这个年代呢，我们已经是网络互动魔术了。那过去的2年在春晚呢，各位呢也看到我都做了这种互动的表演。这种魔术是从什么人开始的？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可以说是对我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位亦师亦友的一位前辈 ，Max Maven。好的，各位看到下面有一连串的数字，刚才1950年到2022年，是的，3年前呢，他永远的离开了我们。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想要做这一期视频，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从何下手。所以今天这一期视频呢，可以说是我有史以来魔术课最难做的一期视频，因为要讲的东西实在太多。所以呢，我稍微整理了一下，哈，慢慢解释给各位听。那么 Max Maven 先生呢，全世界都公认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位心灵魔术师，他可以说是呢心灵魔术的集大成者。什么叫心灵魔术？对我来说呢，它就是看不见的魔术。它的学名叫做 Mentalism。表演心灵魔术的人叫 Mentalist。这一票人呢很厉害的，自称 Mentalist 的人都觉得自己不算魔术师，他们觉得呢我们是读心的人，预测未来的人，我可以影响你决定的人，并不是把兔子鸽子变出来硬币消失的这种人。虽然我们用的技巧是一样，但是我们做出来的目的是不同的。在这个圈内呢，这个是一个争论 ，Mentalism 到底属不属于魔术，这个可以留给他自己去想象。今天要说到的这一位 Max Maven 先生呢，他就是非常擅长这种心灵魔术。实际上，我们只要看他的外表，我们就知道他可能是有史以来魔术圈里面看起来最不正常的一位先生。那这边有一些他的著作，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好，你看这里面有很多他的帅气照片，比如像这个样子。好，有点太不正常了，我们换一个正常一点的这一张，更不正常是吧？是的，这个呢，他的姓 M 开头，名 M 开头，连他的发型都是 M 的形状，只是随着年岁的过去，这个 M 往后退了而已。关于他的发型呢，他曾经告诉我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他才20几岁出头的时候，他就决定自己要长这个样子。所以呢，他就拜托了一位他的理发师朋友，你可以把我的头弄成这个形状。可以，但是你可以明天早上6点半到我店里，我不想别的客人看到你这个头。所以呢，从他20出头岁的时候，就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呢，让我心中充满了敬佩，也值得我们各位学习。就是当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决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连自己的造型都已经决定好了，这个是一种决心。这位 Max 先生呢，我认识他的时候，我19岁。好，是我知道那个时候看起来稍微青涩了一点。在这几十年的过程当中，只要我们每次见面，第一个打招呼一定是我 ，Hi Max。
然后呢，我们就会开始聊一些非常深奥的哲学问题。是的，因为他可以说是呢魔术界的哲学家。那么我们每次见面呢，我都会感觉好像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很多对话对我来说呢，都是影响了我的人生，我的表演。由于实在太多了，我想跟各位分享3段让我印象深刻的话。第一个就是他曾经说过，当代的魔术师都害怕魔术。这句话听起来很奇怪，魔术师害怕魔术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说，由于现在呢，魔术已经被沦为一些比较低端的娱乐表演啊，所以很多魔术师自己呢自信就不够，所以当他们表演魔术的时候，他们很害怕将这个魔术当成魔术一样表演。因为有些魔术师呢会把它当成歌舞表演，有些魔术师呢会把魔术当成喜剧表演，但是很少有魔术师愿意把它当成奇迹来表演。第二个来自于我跟他一个对话，我有一次跟他说，Max， 我觉得其实魔术的市场是很难开拓的，因为我觉得呢，人必须要吃饭，可能呢必须得看电影、看电视、上网，但是魔术好像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呢，魔术师的生活往往不是很好，工作不是很多，而且不是非常受到人的尊敬，因为魔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错了，人类是需要魔术的，只是他们不知道，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他们知道。幻想与想象力，还有对未知的神秘期待与崇敬，是自古以来人类的本能，也是人类科技推动的力量。人类永远都需要魔术，说的实在太好。那么魔术呢，它就像任何一个艺术一样，创作和表演基本上是分开的。作曲的人不见得可以演奏得很好，演奏得很好不见得会作曲。那 Max Maven 呢，他是属于既能表演又能创作的人，而且创作量极其的庞大。粗略的计算，一直到2018年到那个时候为止，他创作的魔术超过1700多种，其中一个就是电视互动魔术。我们今天一开始示范。老实说，我自己个人呢，原本是非常非常讨厌这种东西的。这种魔术在专业的术语里面叫 self-working magic， 意思就是不用任何的技巧，你只要照着步骤做啊，就会成功。那对我们这种愿意挑战极限的人来讲，岂不是很无聊吗？但是直到我亲身参与了 Max Maven 的示范之后，我才真正感觉到这种震撼的感觉。其实你知道这个魔术可能跟某种数学原理有关系，但是不得不，我们的潜意识里面会受到它的震撼。所以呢，这种 interactive magic 呢，是由他在电视上首创的。他甚至做了一整个特辑，里面只有这种魔术。这个应该是30几年前，1984年的事情了，可以说是魔术界的先驱的先驱中的先驱。任何一个魔术大师也会有自己的偶像。那这位 Max 先生呢，他也有自己的偶像。这个人厉害了，他的名字叫 Theodore Animan。很难念，不用怕，你可以叫他艾伦。我很喜欢给魔术师取简单易记的名字，是这位 Animan 呢，可以说是心灵魔术的开创者。在他之前不是没有心灵魔术，但这些人呢，恐怕只有2种人：神棍和巫师才会去做这些事情。从他开始，这个 mentalism 呢成为一个魔术的种类，从它开始呢，才有人真正开始在钻研这个门类了。那这个 Animan 呢，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介绍。Max Maven 呢，实在很喜欢 Animan， 所以其实他的发型也是参考他的。Max Maven 呢，曾经跟我说过一个非常非常让我觉得很震撼的话。他说：“我从小到大读了这么多 Animan 的书，一直到有一天我开始不同意他、反对他的时候。”从那一刻开始，我才真正的从他身上学到了东西。尽信书不如无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不是？当你读了这个东西之后呢，开始你觉得作者的这个论点我可能不太赞同，那代表呢你真正开始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同学们，当你开始反对我的时候，才代表你从我身上学到了东西。我看到你的表情了，是的，没有教魔术心生不满，我知道，当然还是要教魔术啦。那么今天要教什么魔术呢？并不是从他的书里面出的，是从我的书里面出的。这本呢，小弟个人着作刘坚的魔法签证，出版在应该是2007年。书里面介绍了我当时我的魔术的世界。
认识的魔术师的好朋友，还有参加的一些魔术活动，还有一些心得之类的，里面有介绍 Max Maven 先生。好，好的。这本书呢，各位有兴趣可以去购买哈，没有强迫各位要买啦。但是如果你真的要买的话，链接在这里，链接在这里。没有链接，没有链接。好，那在这个里面呢，我要求所有的魔术师朋友呢，每人贡献一招魔术。虽然是我的书，但是魔术是他的。当然，很多人不想看字，而且更多人可能手上没有这本书，所以今天呢，我就要教大家。而这个魔术呢，很有趣的，为什么？因为它也是一个互动魔术。所以呢，现在你在家里，我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互动表演。那我们要表演这个魔术呢，首先我们会需要，我忘了看一下，6张扑克牌，其实是7张，没关系。那么这个魔术呢，它的名称叫做 Lucky Deal。依照 Max 先生本人的说法，幸运数字这种东西呢，东西方是不一样的。好，在东方呢，我们觉得8是个幸运数字，但是在国外，在西方呢 ，Lucky 7，也就是7是个幸运数字。所以我们首先要记得7是幸运的。再来呢，整副扑克牌最幸运的是哪一张呢？照他的说法呢，是方片 Q。为什么呢？因为代表一个 The Queen of the Diamond， 充满了财富的皇后，好，或者充满财富的女王。所以呢，这个魔术我们要先准备1张方片 Q， 然后另外6张黑桃1到6的扑克牌。好，我们请按下暂停键，我在这边等你，把扑克牌准备好。好的，我相信呢，你已经准备好了扑克牌。好，首先我们先把方片 Q 放到一边去，然后把剩下的黑桃排成一个整齐的顺序，1、2、3、4、5、6。当然，你不喜欢这个 A 从这边开始，你也可以从这边开始。这个呢无所谓，只要它顺序整齐就行了。好，首先呢，把这6张牌合起来，发3张到桌上，1、2、3，然后把剩下的放到旁边。好，接下来呢，这2叠牌随便一叠盖在另外一叠上面。你喜欢这叠上面，你喜欢这叠上面都无所谓，总之把它盖上去。好，合在一起之后呢，把所有的牌拿起来，切牌。什么叫切牌呢？就是抓几张都可以，放到下面去。你如果喜欢，可以再切一次。你如果喜欢，可以再切一次。你如果也不用切了，但是你喜欢，你可以再切一次。好，所以呢，它顺序应该是乱了。接下来仔细听好了，很重要哦。把这张方片 Q 反过来插进任何一个地方。好，你可以插这，你可以插这，你也可以插这，你也可以插这，你自己决定。好，我今天想放这，就把它放进去，你自己决定的哦。然后把所有的牌呢都合起来，然后再一次的切牌，再切牌，再切牌。好，下一个步骤像玩牌一样，发牌发成2叠，哪边先发都无所谓。然后拿起其中一叠，拿哪一叠也无所谓，盖在另一叠上面。好，接下来呢，再切一次牌。我知道很烦。好，再切一次。好，请记得刚才呢 Q 是你随便插进去的，没错吧？任何位置我是无法预料的，而且呢切了这么多次牌，照理说这些牌的顺序是非常混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要你把所有的牌面向自己。如果这张方片 Q 是在最左边或最右边的话，你需要再切一次牌，把它切到中间去。好了吗？好。接下来我们所要注意的就是方片 Q 的位置，它左边那张和右边那张的数字，我要你在脑中加起来。好了吗？好的。我再重复一次 ，Q 是你随便插，牌是你随便切，在什么位置我当然不知道，所以这2个数字加起来我更不可能知道，对吗？当然不对了。一开始说过了，最幸运的数字
Lucky 7。如果你成功了，接下来一整年你都会好运留下来，烦恼豁出去。好了，教学时间，不用教学，照着做就对了。这还需要教学吗？都说的 self-working 了，就是你只要按照这个步骤不出错的话，这个数字一定会是7。好，如果你刚才呢失败了，那可能步骤有错误，好，你把这个进度条再拉回前面去，再看一次，好，肯定会成功的。那呢，你可以在同学会聚会的时候，每人发7张扑克牌，然后一起做，每一个人呢都会中到7这个数字。学会了吗？学会了。请问我有一个问题，请说。因为不是有那么多切牌吗？哦，如果少切了2次，它结果会变吗？不会变，不会变，是，其实切多少次都 OK 的。对这个呢，如果你对切牌这个原理有所不理解，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关键牌的那一期的视频。好，扑克牌洗牌会乱，切牌是不会乱的。好，既然方瑜呢问的问题，我们就让方瑜来示范一下刚才的整个步骤。好，今天呢由我来担任摄像师的角色。好，等一下我先把桌子清理一下。清一下，清一下。好，拍得不好不要怪我，人生第一次。好，来，首先第一步，好，我们刚刚知道了，先把方片 Q 先放到一边去，对，然后把 Q 呢黑桃1到6摆好，是好。展示一下，然后全部翻过来。好，数3张到桌上。1、2、3，好，然后随便拿一叠盖在另外一叠上，很好，全部拿起来，切牌。好，手残哦，手残。好，再切一次。好，喜欢的话再切一次都可以了。好，再切一次。好，把 Q 插进任何一个地方。好，全部合起来，再切一次牌。好，非常好。然后左一张，右一张，分成2叠。好，对，拿起1叠。我都还没说呢，好，拿起来。我会了。好，按照惯例再切一次牌呗。好，把牌摊开，对着自己看啊。Q 不在左边，不在最右边吧？不在。那它上下加起来是不是？Lucky 7。照做就能学会。内行哦，这个好会。刚才说过了，他在我人生当中呢，可以算是一个人生导师一样的一个存在。所以，在3年前他过世的时候，我固然是非常的难过，全魔术圈都受到相当大的震撼，都觉得在我们的业界失去了一个宝贵的财产。他过世之前接受过一个访问，有一段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由于他过去的几十年一直都受到抑郁症的困扰，所以他好几次他都想要自我了断，一直到他被诊断出脑瘤之后，他已经知道他可能不会待太久了。他在访问中呢，他就说，过去几十年来，我常常想我要怎么死，但是现在我在想我要怎么活。 When I realized that, having spent a year trying to understand how to die, now I realize I have to spend time understanding how to live. Thank you for that. 人生当中的每一刻当下都值得我们珍惜，也许一定要在这种时候你才会领悟。所以在最后，我要再说一个 Hi Max, rest in peace.